实在不理解，怎么会有人错误地认为玉骨遥播出后带来积极的市场反响只是靠粉丝和数据呢？作为独播平台的腾讯视频，玉骨遥开播之前预约人数超500万，开播之后超606万人在追。这600万人如果都是肖战粉丝，那这活粉数量着实惊人。玉骨遥的反响不仅仅是数据上直观的表现，毕竟它是网络剧，不看网络热度表现、招商能力、商业变现等数据反馈，那还能参考什么呢？然而，比直观炸裂的数据更为重要的是，肖战连续的2部剧让观众回归到国产剧创作的初心，聚焦剧情创作和文艺工作者表演的本身上，这远比数据要重要得多。玉骨遥作为一部下饭剧的东方奇幻古偶，观众竟然关注的是剧的内核、利益以及人物主线向观众传达的价值观，非强行说教，而是与人物塑造者合二为一的传达给观众，并且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剧中所有传达的正向价值观。肖战的粉丝也不是单纯的聚焦在出众的颜值和迸发的流量上，而是关注所塑造的角色与其他人物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这远比去感叹演员的战损有多么绝，颜值有多么逆天，盯着一个高光明场面刷屏更为重要。这样的追剧氛围是其他剧奢求而达不到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剧播期间，上到主创，下到剧方忍不住的发疯，搞得一地鸡毛，甚至内涵观众不懂剧情。东方奇幻和仙侠这个赛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题材，早就浩如烟海，港剧的黄金时代到内娱爆炸式的生产，同质化毫无新意的剧情观众早苦矣。可肖战的石影不仅重新掀起了书圈和观众的关注和认可，在鹅厂 S 加制作接近口碑崩盘时，不管谁来演星光折损都是小事，会被网友嘲得脱层皮。而肖战不仅获得了观众的口碑，甚至挽救了鹅厂 S 加制作口碑，还被网友颁发了最清廉剧组。古偶仙侠剧常有，但玉骨遥却不常有，高冷人设男主常有，石影却不常有。粉丝对肖战的新鲜感远不如普通观众的新鲜感，因为那个阈值已经成了思维定式，不管肖战是什么样的状态出现，他们确实如外界所说全盘接收。这次的玉骨遥石影一出，为什么能掀起书圈的狂喜，还有那多观众为石影痴狂，这不仅仅是新鲜感带来的感官冲击，更让他们知道，原来仙人之姿、仪态端庄不仅存在于书中对人物的描写，它可以真实存在。原来高冷不代表面瘫，也不是不能有正常的七情六欲，主角也可以是不完美人设，可以有缺陷，可以犯错，更可以承认喜欢上女主，不踩恨天高，不靠浓妆艳抹，不靠镜头特写，不靠 BGM 渲染氛围，让观众自己感受角色之间莫名其妙的心动。看到有一条弹幕是这样说的：路过的狗都知道石影动心了，只有女主不知道，观众都看出来她心动了，也没有掩藏，只不过在家国大义和小情小爱之间的割舍，让石影这个角色升华了。看了那么多玉骨遥相关的剧评，不仅有自媒体，还有专业影评人、蓝 V 文娱号、各大权威官媒，已经超出了对肖战这位演员身上流量的聚焦，而是转移到作品本身。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一点改变。当然，这也离不开玉骨遥开播后的首播观众评价。除了演员，更多的人注意到了他的制作上面，特效、实景拍摄、服化道从内到外的都被剖析过。从来没有见过需要对一部奇幻故事要有深度，剧情要有立意，人物要有厚度的要求。工人日报评玉骨遥古装奇幻剧，还有突破口可循，热度居高不下。其核心在于故事没有落入俗套，剧集以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为支点，以东方侠义精神为根基，搭建起具有东方诗意美感的奇幻世界，映照现实，表达符合当下的审美，既体现创新性，也兼具品质感。新于评玉骨遥则说道：希望像玉骨遥这样独具东方美学的影视作品能够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让观众在沉浸于绝美爱情的同时，也能体验到独具东方美学的奇幻故事，同时也让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展现自己的魅力，让中国故事赢得更多的国际声誉，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诸如此类的剧评太多太多，还有来自普通观众的反馈，内核都离不开剧中有仙更有侠，有情更有义的赞许，让仙侠回归正统。玉骨遥值得国产剧行业凝视的问题，不用聚焦流量的外在热闹，回归剧情创作才是立剧之本。肖战在《射雕英雄传》剧组拍摄的情况下，
不仅参加了鹅厂的点映礼录制，还参加了央视的专访，同一个背景板，同一个发型，参加了中新文娱、环球时报、虎场大拷问的采访。一部网剧有这样的宣传力度，它不只是数据上的爆，就像网友在《工人日报》下的高赞评论：中国人自是能拍出好仙侠，讲出好故事的。肖战射雕电影早已开机，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因此开机、路透都捂得严严实实。作为出过《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的名导演，徐克对影片的细节、演员的表演把控可以说一丝不苟。肖战利用休息时间为玉骨遥拍摄的宣传视频，一众娱乐博主都称呼肖战拍《射雕》一定很累吧？进组也没多长时间，被霍霍成这个样子了。肖战整个人是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除了眼神还像以前那样很温柔很酥，身材则比以前健硕硬朗，看来没少在健身房流汗。头发长了，显出一种落拓不羁，皮肤也肉眼可见变得粗糙。因此，肖战以这样的状态宣传玉骨遥时，总会让人禁不住感叹：这部仙侠剧虽然因为女主过于不贴脸，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但那真是肖战在最适合演石隐的年龄，倾尽心血拍摄的一部剧。为了保持玉树临风的体态，他严格控制饮食，再诱人的食物都压抑着不去碰一下。别人怎么被刺，甩锅给剧组，那是别人的事，也是他自己为了以后还能上桌吃偶像剧红利采用的下策。肖战本人可以说无愧于剧组，更无愧于石隐这个角色，也不给自己的演艺生涯留下丝毫遗憾。而今肖战为了演好观众心中行走江湖、义薄云天的郭靖，又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糙汉子，也完全是为了角色做出的由内而外的改变。无需导演严格要求，他自己就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门槛，不用替身，每一场戏都要亲自上阵。相信肖战与徐克携手，一定会为观众贡献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在射雕剧组，肖战一如往日那样出手阔绰，有一位群演晒了肖战请大家吃冷饮的图片，炎炎夏日的一瓶饮料，一个冷饮，送来的不仅仅是沁人的清凉甜蜜，更是一份涓涓细流流过心间那样润物无声的暖意。肖战之所以在业内获得那么多导演的青睐和合作伙伴的欣赏，最主要的是他事事为别人着想，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比如适合自己演的角色，他才会接下来就事先做好增重或减肥的准备，不会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合作的导演和同事带来任何麻烦。进剧组后，他的敬业态度更是令人赞不绝口，每一场戏都超过导演预期完成，既严于律己，又与人为善，既天资聪颖，又通过学习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肖战本人就与郭靖在性格、为人处事上有很多契合之处，相信他的郭靖一定会无论造型还是表演都令人惊艳。